目前北约峰会已经结束有1个星期了，虽然在峰会期间乌克兰已经阶段性的实现了加入北约的目标，但显然这还远远不够。于是呢，近几日乌防长列兹尼科夫便提出了一个建议，那就是让北约在乌境内修建军事基地。好家伙，他是懂进退的呀。那么有哪些国家会同意这一建议呢？如果同意，军事基地又会建在哪里呢？接下来跟大兵一起来看一下。首先，根据7月18号俄媒体的报道，乌防长列兹尼科夫已经通过媒体向外发声，提议修改现今乌克兰的宪法，从而方便北约军队在境内修建军事基地。这样一来，背靠背北约各国的军队，乌克兰呢在抵抗俄罗斯入侵将会更有底气。根据报道，这次提议修改的正是乌克兰宪法第17条，该宪法规定乌克兰不允许外国基地进驻本国领土。但现今呢，列兹尼科夫认为应该主动要求北约入驻，所以必须废除或者修改第17条宪法。列兹尼科夫认为，这条宪法现今还应该补充一个要点，即乌克兰可以自主选择确保自身安全的机制，包括加入国际公约或者国际组织。这将使宪法序言第5段中欧洲及欧洲至大洋洲方案的理念得到更加清楚的诠释和规范。其中所谓的国际组织，那自然就是北约了。另外，涅兹尼科夫还强调到，如果觉得有问题的话，未来或许能通过立法的方式不承认北约基地是军事基地，而是某种经验交流和合作中心。好家伙，列兹尼科夫真的是不忘初心呢。他在2021年11月成为乌防长之后呢，就曾公开宣布加入北约就是自己的政策目标。而这次他的提议其实呢也算是一种快速加入北约的办法。毕竟虽然峰会期间乌克兰取得了阶段性进展，将入约的过程减少了一半，但依旧没有敲定入约的具体时间。而现今乌克兰又迫切需要北约加大军事援助，特别是解除某些武器的援助限制，比如美制的陆军战术导弹系统。虽然此前呢乌克兰一直请求美国援助，但碍于限制，美国一直没有同意。另外呢，就是远程打击武器等等。不仅如此，加入北约之后呢，还可以提高乌克兰的安全保障。毕竟，就算是在俄乌战争没有爆发之前，在过去的10几年时间中，乌克兰也一直受到来自俄罗斯的威胁。在2014年，更是被俄罗斯非法吞并了克里米亚半岛。如果乌克兰成为了北约成员国，就能获得北约的军事保障，包括各种武器装备和培训，以及军事部队和驻军，这将强化乌克兰的防御能力，使其有能力抵制俄罗斯的威胁。此外，加入北约还意味着乌克兰将获得更好的经济机会，因为目前北约已经是一个由31个成员国组成的庞大组织，这些国家代表着世界上最发达的经济体之一。未来乌克兰一旦成为北约成员，将使其能参与更多的国际贸易，获得外资、技术和其他资源，有助于提高乌克兰的国内生产总值，并创造更多的工作机会。这对于战后乌克兰的重建非常重要。不过，也正是因为乌克兰入约一事，俄总统普京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乌克兰加入北约将对俄罗斯的安全造成威胁，于是便发动了这场入侵战争。现今乌防长希望北约国家入驻，有意向的国家都会有谁呢？首先是美国。自俄乌战争以来，美国一直都是援乌最积极的国家。比如说，在7月19号，美国防部就又宣布了一项新的安全援助计划，以支持乌克兰的战场需求。该一揽子计划包括了关键的防空能力和弹药，作为乌克兰安全援助倡议的一部分。截止至今，美国的援乌总金额已经达到了433亿美元，甚至超过了其他援乌国家的总和。因此，对于这次列兹尼科夫的请求，美国是有概率同意的。要知道，早在2017年，美国就在乌克兰尼古拉耶夫州奥恰科夫市海军基地帮助其建设了3个军事设施，即海军作战中心、舰只技术维修设施和检查站。不过，由于当时考虑到俄罗斯可能会做出过激举动，因此美国并未在奥恰科夫市驻军。但依然有消息传言称，虽然该基地名义上是属于乌克兰所有，但未来美军将会在该基地长期驻扎，甚至不排除可能在该基地部署，类似于罗马尼亚和波兰。那么，这样的反导系统的可能性，使其最终会成为美国指挥系统的一部分。
另外呢，在2020年，时任乌防长的安德烈·扎卡罗德纽克在电视台乌克兰24小时上也透露，乌军正准备建造2个符合北约标准的军事基地。当时还有消息称，为了引入北约标准，乌军军官早就已经开始在学习英语了。此外，扎卡罗德纽克还透露，第1个军事基地在北顿涅茨克已经在建造中了，第2个军事基地未来将在马里乌波尔建造，以鼓励我们的军人到那里服役。而乌克兰的军事基地之所以以符合北约部队标准建造，不仅呢是为了提高其军队的现代化以增强战力，还是为了加入北约做准备。紧接着到了2021年5月，在那次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和乌克兰外长库列巴会晤之后，库列巴曾说道，我对这次会话和谈话非常满意，我们花了1个小时的时间，冷静地讨论了议程上的所有关键问题。乌克兰和美国之间的关系将开始新的一天。在大兵查阅资料后发现，当时的会晤呢提到了2点：一，乌克兰正在迅速地通过一项法律，允许其在领土上部署北约和美国的军事基地；二，美国和乌克兰将缔结一项关于在乌克兰部署军事基地的协议，并单方面在乌克兰部署1座海军航空兵基地和2座空军基地。这3处机场将全部接受现代化改造，以此达到起降所有美军飞机的能力，其中包括重型运输机。另外，根据当时美国的说法，一旦顿巴斯的局势进一步恶化，在这些基地的支援下，或者说在美国军事力量的掩护下，将阻止俄罗斯对乌克兰进行大规模军事行动，基辅将能够分阶段肃清顿巴斯，而不必担心俄罗斯的反应。只不过这项计划还未来得及实施，俄乌战争就爆发了，于是双方只能暂时搁置了。但是从以上事件中呢，我们可以看出，美国一直有在乌克兰驻军的意向。而除了美国以外，第2个愿意驻军乌克兰的应该就是波兰了。首先，各位应该都知道，波兰和俄罗斯那可是世仇了，早在沙皇时期就相互看不对眼，期间甚至还有灭国之仇。这也就导致俄乌战争爆发之后，波兰援乌的热情是不下于美国，但只是受限于本国的经济，援乌总金额是比不上美国。根据公开报道，截止现今呢，波兰已经总计向乌克兰援助了324辆坦克、300辆装甲车、132门自行火炮、40辆冰雹火箭炮、50个防空系统、100枚 R-27中距空导弹、1000枚便携式防空导弹和100门迫击炮等装备，以及数十架战机和大量弹药。也正是由于援乌了大量军事装备，使得自家的装备反而有点少了。于是波兰在去年又花费了上千亿美元，从美国、韩国、德国采购了一大批重型装备，包括坦克、自行火炮、火箭炮以及战机等等，以此补充强化本国的军事实力。同时，在今年2月份，波兰总理莫拉维斯基与访问华沙的美总统拜登还讨论了增加驻波兰美军的问题。目前，在波兰境内的美军很可能已经超过了 1.6 万人了，达到了美国陆军1个步兵师的规模，并且配备有各型重型装备和武器。另外呢，在俄乌战争期间，波兰也并不是没有参战的。早在去年12月3号，俄卫星通讯社就曾报道称，一支由北约情报部门人员和波兰特种部队成员组成的联合部队，身着着乌军作战服，抵达了卡霍夫卡水库右岸的马哈市。紧接着，在3月9号，俄卫星新闻网又向外报道称，波兰希望在乌克兰建造军事中心，方便波兰增加此前曾宣布的波兰志愿者军团的数量。根据波兰的计划，该集团军呢将会部署在乌克兰的中心基地，主要承担破坏、侦察等特殊作战任务。目前，根据波兰国内的媒体爆料，该计划很可能已经进入筹备阶段了。由此可见，波兰已经不是只有意向了，而是已经开始行动了。不仅如此，未来德国也有可能在乌境内驻军。因为在今年7月10号，莱茵金属公司首席执行官阿明·帕佩格在接受 CNN 采访时，已经向外界证实会在乌境内建造一座坦克工厂。期间呢，莱茵金属会培训乌克兰工人，教会他们如何维护工厂生产的产品以及其他的装甲车辆，例如此前援助的黄鼠狼步兵战车、豹2主战坦克以及 PZH-2000自行榴弹炮。对此，俄罗斯自然不会只是看着，他们也知道这家工厂会对俄军造成多大威胁。因此，在此前新工厂消息传出后呢，俄前总统梅德韦杰夫就曾警告称，如果莱茵金属在乌克兰建造坦克工厂，俄军就会使用远程导弹和无人机袭击该目标。不过，面对俄罗斯的威胁，帕佩格显得胸有成竹。他表示，莱茵金属能确保新工厂未来不受到俄军的袭击。
而根据相关消息显示，新工厂建成之后呢，北约很有可能会在其周边部署美国的爱国者防空导弹系统或者法国的紫苑防空导弹系统，以此对工厂进行保护。联想到现今乌军又开始缺防空系统了，未来德国很可能会派遣一支防空部队驻扎在新坦克厂附近，防御俄军导弹打击的同时，方便防御工厂周边地区。那么总结来说，如果未来北约各国真的在乌境内驻军的话，那么也就意味着乌克兰加入北约是不远了，同时对抗俄罗斯也会更加轻松了。那么大家认为北约是否会入驻乌克兰呢？欢迎在评论区内留言讨论。如果视频中有出错的地方，也欢迎各位指正。今天的视频到此结束，喜欢的朋友请点赞关注，咱们下期再见。